据海军新闻发布的最新卫星图显示，中国海南海军基地里的新的大型干船坞建造已经接近尾声。经过卫星图对比发现，南部海域新的大型干船坞的扩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不仅可以容纳辽宁舰和山东舰，对于正在建造中的003型航母也足够。未来恐怕至少会有一艘航空母舰部署在海南军事基地，以三亚作为永久基地，与南部海域军事基地永不沉没的海上航母相互配合，在南部海域组建一支独特的双航母打击小组。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会是哪一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该地，但相信大家心里应该自由选择。不过小编经过个人分析认为，先预测一把，未来003型航母更有可能以三亚海军基地为永久基地。纵观中国海域，最需要强大海上作战力量威慑不轨企图的莫过于南部海域，而未来003型航母正是一艘区别于前2艘的新型航空母舰。据目前003型航母最新卫星图显示，003型的体积以及排水量只会比前2艘航母更大。同时，003型航母安装的3部电磁弹射器已经表明滑跃跳台将被取代，这意味着中国新型航母的舰载数量将再次得到提升，并且它能够起飞更多更重的军机，包括歼115弹射型舰载机正在研发的空警610舰载预警机，也为未来无人驾驶战斗机上舰做准备。早些时候，中国军事专家就曾分析指出，中国空警610是专门为中国下一代电磁弹射型航母做准备的，因此空警610上舰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有可能与003型航母服役同时进行。届时，空警610舰载预警机凭借着高空预警的优势，能够对航母周边几百公里范围进行探测，帮助航母防空警戒线范围再度拓展，降低航母暴露在敌方视线的可能性。但因目前003型航母在建，除了它以外，山东舰是基于辽宁舰和库兹涅佐夫航母的经验加以改进，航母设计比辽宁舰更为合理，同为6万吨航空母舰，山东舰能够搭载48架舰载机，远比辽宁舰的30架更多。可以看出，无论是甲板还是机库的设计，都是山东舰更为合理利用空间。从定位来看，辽宁舰作为训练平台，而山东舰作为大型作战平台，可见实际作战优势，山东舰要优于辽宁舰，最有可能先一步部署在三亚海军基地，推测应该是山东舰，其次是辽宁舰。伊朗核专家遭刺杀事件，想必许多网友都了解了事情的始末，最后被爆出是以色列所为，但并非和美国毫无瓜葛。不仅如此，美国还刺杀了伊朗2名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和穆斯林沙赫丹。如此行径顿时激起伊朗民众的反美浪潮，伊朗又怎会善罢甘休？不仅向美军的军事基地发起了导弹袭击，甚至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受火箭弹袭击都有可能是伊朗所为。可是以美国向来的作风，又怎会善罢甘休，放任伊朗？在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受袭击第2天，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核潜艇携导弹直奔波斯湾，似乎有意在针对伊朗，大战一触即发。据美媒披露，美国佐治亚号核潜艇进入波斯湾，该潜艇由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和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干式甲板所武装，由 MH-60R 海鹰直升机和菲律宾海巡洋舰护航。报道称，这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8年来首次公开宣布美军潜艇的动向。美军这次高调宣布自己出征的行为究竟意欲何为，不禁让人好奇。如果是要对伊朗动武，自然应该隐藏自身行径，以求出其不意，但为何会公开宣布呢？难道只是单纯的威胁？没错，就是威胁。其实关于这个事情的答案，美国人已告诉我们答案。美国网友在美国某新闻网下评论道，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波斯湾的整个海岸线和岛屿上都布满了非常强力的和经过测试的仿造中国的782反舰巡航导弹。如果美军在波斯湾活动，在完全控制这一地区之前，美军会损失几十艘船。如同美国网友所说，如果美军强行袭击伊朗，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被伊朗的7802反舰巡航导弹给击沉。其实美军也深知这个道理，对于袭击伊朗没有十足的把握，只好装腔作势，假意要发起战争，引起混乱，达到趁虚而入的目的。那么为何是7802反舰巡航导弹呢？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能够震慑到美国海军呢？7802反舰巡航导弹又称作鹰击2，是由中国研制的反舰导弹系统，威力大，机动性高，并且射程可达120公里。伊朗在上世纪90年代创立了该导弹的生产线，名为努尔导弹。世界上最早使用隐形技术的以色列多功能潜艇哈尼特号，排水量高达1227吨，并拥有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即使是这样强劲的家伙，也曾在7802反舰巡航导弹面前败下阵来，却毫无还手之力。如此看来，美军的顾虑也是情有可原。在这样强劲的武器面前，美军核潜艇也要低下它高傲的脑袋。
美国媒体《国家利益》在12月23日刊登了一篇克里斯·奥斯本的文章，该作者曾经担任美国五角大楼物流和技术助理部长办公室的专家顾问。该专家自文章中指出，随着美国一些人不断用台海问题挑衅刺激中国，让这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处于十分敏感的境地，尤其是中国不断在关键地区执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甚至是2机登陆演习，成为了很多人讨论的热点和话题。从美军近段时间的动作来看，显然已经认定，如果大陆将075两栖攻击舰投入实战，其攻击能力很可能让台岛不堪重负。克里斯认为，中国第2艘新的075两栖攻击舰如今已经开始试航，而第3艘就已经开始建造中，可以轻松看出中国海军对该型登陆攻击舰的期望度，且对该型舰建造进度的重视程度。与之相对的，美军对此也会更加密切关注它的动向信息。该专家指出，从目前的图片信息中来看，075型两栖攻击舰与美国的黄蜂级十分相似，而且显然都携带着直升机的两栖攻击平台。按照近年来中国一贯的设计思路和理念，很大概率拥有美军如今两栖攻击舰的相关能力。这也意味着，就登岛作战而言，在该地区，中国将拥有比美军更大的优势兵力、更强的支援能力、更多的后勤补给维护优势。除此之外，如果中国按照美国两栖攻击舰的思路进行建设，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研发的 FC31第5代舰载机，很可能真的和外界预期的那样，是拥有与美军 F35B、F35C 同样的能力，甚至可能会出现垂直起降功能。这对于美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大事。当然了，作者毕竟是个美国作家，在该篇文章中还颇带优越性的指出，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与美国黄蜂级配置类似的鱼鹰直升机，未来是否会研制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在去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上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设计模型，1年过去了，并没有相关消息流出。该作者为了体现这一优势，还强调，鱼鹰直升机拥有接近725公里的作战半径，对于两栖作战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不需要依赖特殊地形进行垂直空降的地面机动行动。实际上，就单纯以登岛作战来说，两栖攻击作战距离，我国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毕竟，我国并没有跨越半个地球去屠戮牧羊人的需求，也没有为了财富去抢劫第3世界国家的石油矿产的需求，没有瓜分世界的需求，没有欺负游击队来彰显自己国力的需求。我国军队仅仅是基于保家卫国、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目的。美国佬动不动就习惯以己度人，才会在这种方面强调优越感。根据卡塔尔媒体半岛电视台在12月21日的消息显示，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M4 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场针对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武装冲突。尽管俄罗斯军方并未对外透露具体的信息，但是从事后俄罗斯空天军大批战机起飞，向土耳其支持下的武装势力据点进行轰炸来推测，恐怕伤亡人数不在少数。根据报道称，俄罗斯空天军对几个被判定为亲土耳其的武装势力频繁活动的地区展开了空袭，此次空袭中至少摧毁了6个武装据点，10多个防御工事。按照俄军自己的说法，是对当地正在活跃的叛军一次有力的震撼。需要注意的是，叙利亚的 M4 高速公路一直是个交火的主要地点，该公路直接连着叙利亚北部的拉塔基亚、伊德利卜、拉卡、阿勒颇和哈塞克等关键性地区，属于核心交通枢纽。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俄军重新开放了这条公路，被外界视作俄罗斯已经掌控了叙利亚当地局势。不过从如今来看，无数的代理人正在尝试扭转局势。另外，此次针对俄罗斯部队的突然袭击，土耳其方面的表现也颇为蹊跷。在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对外称，整个突然袭击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很可能是当地武装势力认错了巡逻车队，导致武装冲突的发生。然而，当真如此吗？俄罗斯军事力量与叙利亚当局合作，并长期在当地活动，早就不是什么新消息。作为活跃在当地的武装力量，认错俄军的巡逻车，其实本身就是个问题。有分析人士怀疑，土耳其一直在叙利亚的北部地区施加影响力，在去年更是建立了一个军事安全区，制造占领的既成事实。如今安排一些拿出来当炮灰的本土势力，不过是给俄罗斯找点麻烦，前者自然不会甘心就这么被俄罗斯剿灭，事后对俄军展开无休无止的小骚扰，甚至报复性袭击，都是有可能的事情。这种方式的确无法对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造成致命性打击，但是无休止的骚扰必然牵扯出俄罗斯很多的军事部署，甚至后勤线路都会受到影响。而土耳其借着俄罗斯无暇顾及的时候，复制另一个军事安全区，或者干脆就打着维和旗号出兵，直接分割叙利亚北部地区，都是有可能的。毕竟目前国际形势发展复杂，俄本土的西面，北约势力早已虎视眈眈，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才是主要威胁。俄罗斯是否会继续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与土耳其牵扯过多，也是个问题。